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民。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美国的共和党对援助乌克兰呢表示怀疑。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对共和党来说了已经是算是失败了，也让许多外国政府放了心，尤其是乌克兰政府，因为在选举之前呢，有许多的共和党的议员都扬言，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中的任何一院，他们都将减少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共和党的表现呢，引起了美国外交界和学术界的尖锐的批评。美国偏共和党的媒体《国家评论》在11月17号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共和党对全力援助乌克兰的行动表示不支持，原因主要有3条。一是美国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对援助乌克兰感到厌倦。在俄乌战争初期美国的选民包括大多数共和党的选民，基本上都支持对乌克兰进行军援。但是随着这场战争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随着拜登政府和国会签署一张又一张的支票，美国人对继续援助乌克兰的支持减弱了，尤其是共和党人。《华尔街日报》呢，在今年10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发现，48%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做的太多了，而在3月份的话，这一比例只有6%。与之相反的是，表示美国做的不够的共和党受访者比例从3月份的61%急剧的下降到10月份的17%。更加关注美国的利益是共和党的老传统，在特朗普身上呢，就表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在执政的时候，连盟友都经常坑，就别说与美国没什么关系的乌克兰呢。二是美国两党和美国政府都认同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和对手，这是美国两党唯一的政治共识。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在全球进行两线作战。特朗普政府2018年的国防战略，美军的目标是从同时打赢2场战争转变为与一个主要军事大国对抗。当年美军同时打赢2场战争是针对所谓的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的战争。拜登政府继续维持这个军事规划，认为美国可以一边走漏一边嚼口香糖，也就是说，可以在亚洲对抗中国的同时，可以在欧洲对抗俄罗斯。3呢，是美国并没有与这个目标相匹配的国防预算，因为美国根本无法同时在2条战线上投入大量的同等资源。经济全球化、去工业化和国防工业基础能力的萎缩，使美国无法像2战时期那样进行军事动员和集结，以打一场两线战争。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比俄罗斯大得多，中国比美国过去遇到的任何对手都要强大，而且亚洲比欧洲更重要，台湾比乌克兰更重要。因此呢，美国必须做出选择，必须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主要任务是威慑或者是军事拒止俄罗斯的威胁。但是在乌克兰冲突中呢，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下降之后，俄罗斯呢已经衰落，对美国的威胁远小于中国。其他北约成员国呢有能力应对俄罗斯，应该为自己的安全承担责任。但是共和党没有在中期选举中取得大胜，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阻止援助乌克兰。共和党在众议院取得了优势，可以预料任何与援助乌克兰有关的法案在众议院都将遇到阻碍。共和党甚至可以把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作为附加条件，塞进任何民主党想要通过的法案之中去。如果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乌克兰未来的日子恐怕就不太好过了。没有了美国的支持，光靠欧洲那几个盟友的支持，乌军恐怕抵挡不了俄军多久。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